这是一部让无数人破防的纪录片，很多观众看完直呼胸闷受不了。4万多人打出9.7高分，更有网友在评论区狂喊：“老天爷，你睁睁眼呐！”1999年秋季，在孤寂苍凉的蒙古草原上，一个小女孩正在骑马牧羊，高大的马儿衬得女孩更显瘦小，但她挥舞马鞭的动作却干净利落。面对日本冒险家关野的到来，女孩露出一丝天然的警惕。看似不和谐的相遇，却促成了两人意外的友谊。女孩叫卜洁，今年6岁，蒙语名叫古鲁西格，意为周四出生的天之娇女。关野随着卜洁来到了他居住的蒙古包，家里只有母亲、表弟，还有外祖父母。父亲据说去外地打工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一家人就挤在又黑又小的蒙古包里，却也有一份温馨与自在。母亲掏出家里最干净的布，反复的、仔细的擦了又擦，然后给客人倒了一碗奶茶，脸上却遮不住奔波的疲惫，因为有件事像乌云一样正笼罩在全家人心头。不知道哪里来的盗贼偷走了他们家39匹马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生活在草原上的人，牛羊骏马就是支撑他们生存的全部资源。外婆沧桑的脸上多了一份愁容，而不甘心的母亲时不时就要出去寻找马匹，经常还要裹着棉袄在寒冷的野外过夜。就这样辛苦了3个多月，丢失的马儿还是没能找回来。小卜洁也早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，她每天都要捡拾柴火，看好牲畜，刷锅洗碗，还要照顾年仅2岁的表弟，但从来没有喊苦喊累。可能从她有记忆以来，生活便一直如此吧。然而卜洁的心里也明白，他想上学，想当老师，想念书给大家听。飘起的雪花象征着冬天的到来，此时已经10月份了。作为游牧民族，卜洁家早该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了，但因为驯马未果，来不及搬迁的他们只能强留在这里过冬。漫天的风雪中，卜洁的双手已经冻得缩进袖子里了，但他还是尽心看护着牛马，防止他们走散走远。蒙古包里，外婆正拿着工具，笨拙地想要修好一台老式收音机，就算换了新电池，这台老收音机也只能听几个小时，但这已经是他们闭塞生活中的唯一一点光亮了。时间一晃，到了关野离开的日子，他想给一家人拍几张全家福，等来年就把洗好的照片带回来。所有人都露出了快乐纯粹的笑容。おじ、お母さん笑って。大家好，你好。草原上人都是很朴素内敛的，他们不会很直白地说出内心想法，但在临别之际，却为认识不久的关野送上1匹白马，以示缘分珍贵。关野明白自己已经被他们当成家人了，虽然无法将白马带走，但他还是跟卜洁母亲约定好，让他帮忙代养这份礼物。然而他还不知道，有些离别也许转身后就是永远。这是草原上最快的搬家方式，先将纯白的毡布扯下卷好，然后一根一根卸下房梁，屋顶就顺势取下来了，一挤一合，墙壁都收得整整齐齐。最后大门可别忘记带走啊！6岁的女孩卜洁跑前跑后帮忙，大卡车将他们的家装了个满满当当。一家人挥着手跟日本朋友关野道别，约好了来年再见。卡车轰隆隆远去，只留下一个圆圈，那是他们生活过的痕迹。这是草原上牧民的宿命，因为资源的稀缺，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，牛羊骏马就是全部的资产。在这贫瘠苍凉的天地中，他们艰难而努力地活着。卜洁的妈妈笑着跟朋友道别，随后骑着骏马缓缓跟上。第2年春天，关野在日本收到了卜洁母亲的来信：我们都很好，今年冬天过得很开心，天气虽然冷，你的黑白花马却安然度过。又是新的一年，祝你和你的亲友都健康快乐。请找人翻译成日文，下次再见喽，珍重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短短10几天的相处，质朴的草原朋友已经把他牢牢记在心里，还费心费力往相距万里的海外发了这样一份问候信。很快，关野回到了蒙古草原，远远的卜洁就来迎接他。女孩的脸上没有太多笑意，反而多了一丝焦躁与哀伤。母亲跟外婆都不在家里，唯一的家长是个陌生男人，那是卜洁的舅舅。关野询问起卜洁母亲的近况，舅舅说他进城去了。伴随着哒哒马蹄声，外婆终于回来了。她的脸上还是挂着熟悉的笑容，一下便暖到人心里去。关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：プージェのお母さんは町行ってるんですね。
桌上摆着溥杰母亲的遗照，关野一时呆住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又想起了家人口中那个进城后不回来的父亲，似乎明白了更多。溥杰母亲是夜里去帮助朋友，不幸摔下马的。他们居住的实在太偏僻了，救护车一直来不了。直到受伤后的第12天，家人才将他送到医院。由于没有医保，再加上难以负担的医药费，溥杰的母亲还是离开了他们，而外公也因为承受不住打击，很快便随他而去了。一时间，这个艰苦依偎的家庭同时承受了2份悲痛。溥杰哭了整整10天，一直到舅舅回来才略有好转。他再也不能和妈妈腻歪了，再也不能一起骑马牧羊。曾经那个最温暖的人，只剩下小桌上一张不能回应的照片了。关野掏出一本相册，这是之前为他们拍的全家福。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那么开心，尤其是溥杰的母亲，真挚明媚，充满幸福。溥杰也呲着牙，笑得无忧无虑。看着相册里的美好，关野的心却揪得生疼。他真心祈祷这家人的厄运到此为止。然而，一切真的会变好吗？老人没有念过1天书，但是他知道。今天是孙女儿溥杰第1天上学，她特地扎了漂亮的头花，穿上红色的新鞋，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。课桌、铅笔、老师、同学，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。教室外面突然出现一个男人，他神秘地招呼老师出来，希望能将糖果送给溥杰，庆祝他上学。男人是溥杰的舅舅，他高兴到已经等不及下课再送了，因为上学对这个家族真的意味着太多太多。他们希望溥杰能走出去，走出那个看不到头的草原。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开学的当天也是溥杰母亲的头七。一家人在短暂的喜悦后，还是收拾好心情去祭拜他。溥杰已经没有了早上的开心，取而代之的是愤怒、烦躁、悲伤，因为他还不能去祭拜自己的母亲。老人继续解释，当地人认为子女一哭就会哭成泪海，这样亡者的灵魂就无法离开，黄泉路也会走不下去。外婆他们很快找到了一处小土坡，溥杰那乐观阳光的母亲就沉睡在这里。几个月前的笑容还历历在目，如今只剩下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经门的吟唱声响起，从来都把笑容挂在脸上的外婆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。女婿、女儿、老伴儿的先后离开，她心里比谁都痛苦。但泪水擦干后，他还是要带领这家人继续顽强生活下去。好在溥杰开始上学了，好在转机与希望终于来了。天上的母亲看到溥杰今天入学了，应该也是倍感欣慰吧。为了欢迎老朋友的到来，溥杰一家特地宰了只羊。吃饱喝足后，溥杰带着关野一起去散步，看着草地上金色的花朵，他喃喃自语：这么美的花被吃掉真可惜。关野又问起了溥杰的志向，这次女孩不想当老师了，有了不一样的追求。他想成为一名日语翻译，以后去日本拜访关野，也看看外面更精彩的世界。又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，这次外婆没有像以前一样隐藏情绪，泪水盈满眼眶。过多的变故让他明白了世事无常，也许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汽车渐渐远去，溥杰一家人告别的身影越来越渺小，越来越模糊。溥杰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吗？他真的能离开蒙古吗？2004年7月，关野回到了蒙古草原，迎接他的不是溥杰，而是已经长大的小表弟。外婆的脸上再也没有一丝笑意，她像是被抽走了全部的生命力，干苦受瘪，没有生气。溥杰过世了，他在回家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隔天就是毕业考。12岁的他还来不及毕业，就像那些花一样早早凋零了。他的独立、坚强，还有那向往外面的梦，就这样什么都没有了。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只找苦命人。我甚至不敢去细想外婆的心情，接二连三让她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她的蒙古草原真的晴朗过吗？如果你觉得生活很难，那就看看这部片子吧。人间的面，见一面少一面，记得珍惜当下，重新出发吧。